大家好啊，虽然直播间没人，但是不耽误跟大家聊天啊。那个，呃，很快，日子过得真是太快了。这次来越南，实际上就是把公司给注册好。嗯、业务呢就跑了一些意向客户，跑了几个小的，比较容易做的单子做成了，然后比较大一点的单子我们一直在跟进，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成果。那一转眼呢，这个我那个技术已经回国了，然后公司里面我们其实公司相对来说人比较少，因为这个东西就靠技术的，人多了也没有用啊。然后我们就是那个丫头呢是给我们做法人，我们其实还是以月资的形式来做的这些公司。其实很多朋友就是最近啊，我也听说有的这个中国人在越南找越南人做法人，完了以后那个法人就直接把钱给卷走了。最近平阳就发生了一个这种事儿，大概25个亿越南盾，25个亿越南盾正好是10万美金啊，差不多正好是10万美金，10万美金他直接卷走了，卷走这个现金的时候呢，还把那个人家2卡车货也给卖了。啊，因为他这个是以这个越南人的法人，他去报警，越南警方也不受理，因为这个东西从法律上站住脚了，就是人家就是法人，他有权利处置这些事儿，而你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或者说证明可以这个公司是那个中国人的啊，然后那个中国人呢，他老婆娶了韩国人，啊，他老婆就是韩国人，然后找中国大使馆，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也不管，啊，他老婆去找韩国，韩国也不管，然后找越南警察，越南警察也不管，所以这事儿就没办法，这个等于是这事儿就是人家硬把他的钱给黑了，那没办法。所以我们在越南做公司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小心的，一定要找信得过的，哪怕他什么也不做，你给他点钱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说实话的，呃，真的是看人的啊，看人的，然后就控制好你的钱啊。如果这个公司财务上有钱，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数量，就是有一个你能承受得住的这个数额。如果金额太大了，你要想办法把它转走。还有一个，如果你是在中国的时候，你不要让你的客户转款，等你到了越南以后再让客户转款，因为这个转了款你是不能够及时的再把它转走的，啊，很可能会让你的越南法人就是转走，因为这个转走了真的没有办法。其实，呃，有一些那个我来越南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台湾朋友给我出过主意，他说如果找越南法人的话，你用这个公司啊，就是再去贷款，就是以公司的资金啊，以公司的这个现金或者资产再去贷款，啊，这样的话，这个越南法人他就没有这个偿还能力了，然后他也没有现金流嘛，他不能及时的处置这些资产，他一看有这么多欠债，他也害怕啊，但是，他低估了这个越南人的这个计算能力。如果这个公司它的资产是正的，那他就极有可能把这个钱给卷走。如果资产是负的呢，那这个越南法人他也不愿意啊，对不对？您用我的名字来贷款，然后贷了这么多钱，回过头来，这个资不抵债，等你走了，你不是坑我吗？是吧？人家也不傻，所以这个在越南找越南人做法人呢，有很多情况下是，比如说中越夫妻啊，这个用越南那一方啊来做法人，还有一些呢就是非特别大现金流的一些现金流比较少，每天的营业额，比如说几百万、几千万啊，然后几千万，他每天都把这个钱取出来，那这样的话就控制，呃，账上不会资金特别多，就控制好这个数额。那这样的话，你的法人呢，因为看看账上也没多少钱，也用不着去冒险。还有一种方案呢是，呃，法人和你的公司是八竿子打不着，就特别远，你只用他的名字，然后让他给你一个法人委托书，给一个授权。但是法人委托书呢，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呃，我们带九段线的那个护照，在越南是不被公证的啊，也就是越南的公证机关不给你公证，你就没办法给你一个合法的授权。
其实我以前在胡志明做过一个公司，呃，当时是我那个内勤啊，就是帮我找了一个公证公司啊，直接就是几万月盾就给公证了，好像一两万吧，十万以内就给我公证了。公证了以后呢，就是我直接拿着这个公证的这个文件，然后让法人给我写了一个委托书，就是所有公司的所有资料全我来运营啊，然后我包括去银行啊，去一些机构去公证，公证完了以后呢，就是呃，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我就是公司的实际操控人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虽然给你授权了，给你公证了。但是他依然是法人，法人他越南人依然是法人，只不过是你有权利来处置银行账户上的事儿，有权利签字，有权利就是处理公司的任何的问题，但是他也有权利啊，是吧？他也有权利，所以这个在做在越南做公司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规避啊，因为有些时候钱是没办法来一个人是经不住钱的考验的，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或者什么，你用大量的钱来去考验他，他不是不会背叛你，而是那个数额，就是说，天平它总是一个砝码的嘛，总有一个砝码把它这个平衡给压弯了，所以你不能够就是用金钱来考验一个人啊，美色考验老魏的话，老魏也受不住，金钱考验老魏可能一点没问题，很多的时候老魏也受不了，对不对？这个每个人这是人性，这是基本的人性啊，所以我们在越南找法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钱，你控制不好这个钱的话，这个很有可能出事，出事了以后有可能把你害了，也有可能把他害了。那以前在越南，就是去年发生了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中国人啊，就把他的钱一直放在这个银行账户里，然后他的会计是越南人，可能是因为合作的年数比较多，彼此之间比较信任，那个越南的财务转走了他400亿越南盾差不多人民币1000多万了，1200万啊，当时的汇率是3600、3800那样子，挺高的，当时汇率挺高的，就是不到1200万，1100万绝对超过的。所以他把这个钱转走以后呢，那个挪走他用了，也就是那个会计她老公又买房子、买地、买车，反正这个钱给转移了，也有可能是赌输了，反正这个钱后来是找不到了。啊，然后后来这个中国老板知道以后啊，就赶紧，因为他给供应商付钱嘛，发现账上没有钱了，就逼着财务把钱转过来。但是财务因为转走了以后啊，他又没有能力转回来了，有可能这个钱就挪走他用了，他转不回来了。就那个男的，就气急攻心啊，就是把那个女的，给残忍的杀害了。而且当时那个女的财务啊已经怀孕了，怀孕了好几个月，肚子都想怀了，所以就造成了一个悲剧。当时在越南的这个网络上引起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轰动，这个事非常轰动，就指责这个中国人没有人性但是很多中国人一边倒的又支持这个中国人，说是在海外我们的资产怎么样来保证我们的财产安全，对吧？包括到现在中国人也没有被枪决，也没有被判刑当然他是一直在关押着的，没办法判刑，不好判。你如果说判死刑，那可能很多中国老板会对越南失去信心，对啊，对越南的安全失去信心。那如果说就放任他这个事儿不管，呃，这个也不行，越南网友那边也要给交代的，很多越南网络上都炸了锅了。这个事儿就现在一直是骑虎难下，实际上是越南方面是实行一个拖字诀，暂时先拖住。但是那个人已经是经过这1年多的关押，消瘦了很多。那我们看照片消瘦了很多，而且满头的白发，非常的憔悴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钱控制好，既害了他，也害了那一家人，那个财务一家人。你好，你好，别叫我叔叔，叫我老魏就行了。所以这个金钱是没有
就是每个人在金钱面前都经不住诱惑，所以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财产。像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啊，就是我听说过一个案例什么呢？越南这个台湾有人在越南娶了老婆，一直在台湾生活嘛，一直在台湾生活。然后这个后来他们就说越南的土地升值空间很大，然后就那个台湾人呢跟他叔叔啊两家反正集资很多钱，在越南买了土地，就用他老婆的名字。然后买完土地以后，就隔了很久啊，都好几年了，这土地就放在那儿了。然后这个后来他这个老婆啊，一个人就回越南探亲，回越南探亲以后呢，他就跟台湾那边失联了。然后这个台湾那个老公啊，就是来到越南找他，找不到，后来发现土地全被他卖了，啊，就是有的女的啊，就越南女的，她做事很绝的，就是就是我们华人圈里经常说这个，说越南女人是呃有情无义啊，啊是这么说吧，有情无义啊，就是跟你有感情的时候是很有感情的，做事儿也是很绝的，就说拜拜就拜拜，一刀两断，啪一下就给你完全切割啊，然后就打了那个台湾那家人一个措手不及啊，然后就把他的土地啊全部处置了，然后就跟那边就没有联系了。啊，今天我讲的没有什么主题啊，其实也是闲聊，因为我来越南正好有2个多月了，然后准备回国了。然后在越南的时候呢，这2个多月我就把公司给做起来了，就是把公司注册好。然后我们其实也是用的越南法人，就是我给大家聊一下这个越南法人，是这个有哪些风险，怎么样来规避。那规避了越南法人以后呢，其实，规避了越南法人来就是经受不住诱惑把你的财产转走。当然我们公司现在是小公司啊，里面钱也不多。那如果说公司做大了，做得好的话，那可能还要我们从香港来资金做外资，做外资企业。那现在没有必要做外资，因为这个资金量比较小，然后那个公司也比较小，先用这运营成本呢，也就是用越南做法人，运营成本低。为什么这么多人用越南人做法人呢？就是因为就是你享受了很多的越南的这个便捷的这个改革福利，啊，对老百姓越南老百姓创业成本非常非常低，有时候注册个公司就要几万越南盾啊，对吧？然后呢，他这个，而且甚至因为越南人，你注册个几百亿越南盾的那个注册资金都可以，啊，他不用实缴，知道吧？不用实缴，啊，所以越南人，你看着越南的公司，它的注册资金，比如1000个亿，啊，你不要真的相信他有1000多个亿，他可能连10个亿都拿不出来，甚至一个亿他都拿不出来。所以这个，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越南公司，特别是以越南人为名字注册公司的那个资金，除非他账上有资金啊，你可以看。啊，否则的话，你不用相信他那个注册资金多少，这都是空的。这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有的地方要实缴，对吧？以前中国这种也是很多假的，对吧？后来要求实缴，必须让你注册1000万，那必须1000万。啊，所以这个在中国的注册公司的门槛还是蛮高的，在越南门槛非常非常低。啊，很多人在越南注册了很多公司，贸易公司，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个公司关掉，然后重新再开一个公司，再用另外一个公司经营一段时间再把它关掉，这样的话你就少交了很多税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税怎么倒的吧，反正这个是可以做到少交很多税的，或者规避一些税，或者有些这个公司做了一段时间做一些灰产啊，或者说这个非法的一些东西，或者是那个偷税漏税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就把这个公司关了，啊，这样的话就是不停的这样弄，啊，那越南如果说没有东窗事发的话，那个越南法人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事实上也很多越南人因为给中国人做法人而锒铛入狱啊，这种事儿也是挺多的，发生的挺多啊，我这个也听说很多。所以有的越南人呢，死活是不给中国人做法人的，甚至不给外国人做法人，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种案例了，然后觉得有风险，然后就是不挣这个钱，宁可没有钱不挣这个钱，啊。
这是越南人做法人这方面。其实我跟大家聊呢，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或者是在公屏上打出来，然后我跟大家一起探讨，一起聊。我们现在是在越南做了一个公司，就是致力于企业信息化改革，就是企业的 ERP 这一块儿。这一块呢，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信息化改革，它一直在更新，软件也在更新。那我们的软件呢是 BS 架构的，相对来说比较先进啊，而且我们的这个软件也是大厂里边儿可以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美金的，这个完全可以给它媲美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的技术也在阿里巴巴待过10多年，做软件开发。对，我办的是那个商务签证，我办的是商务签证，我没有办那个工作签证，因为办工作签证非常麻烦。在越南如果办工作签证，像我们这种小规模的公司的话，如果用中国人做员工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苛刻的吧。他要求我们要研究生，就我老魏不是研究生啊，要求研究生，然后要求你有一个专业的那个什么什么，啊，反正条件挺苛刻，但是投资签是可以的。等过一段时间我们看看，如果说，因为我们也是公司成立以后呢，也有朋友特意从中国来到越南来考察，看一下我们公司，也在考虑年后给我们投资，投资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是把那个资金呢从香港转过来，就是以外资的形式来做，重新注册公司。那这个公司呢，暂时先就到时候再关闭它。但是我们这个公司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儿我们主要是用它来过渡一下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而且，我那个丫头呢，大家也很多朋友也看到过，对吧？就那个壮壮，那小丫头呢，人品也不错，她家里边我们也都认识，她爸爸妈妈我们也见过，然后她姐夫跟我是老乡，她姐老家在哪儿也都知道，所以我们也不担心她这个会怎么样。而且我们在这一块儿上其实也是，不是说不信任她，就是我们账上也没有放多少钱，就是她就是拿走了也没关系，我们也能够承受得了，心理上也没问题。但是我们也相信她不会动的，因为这一块儿，基础的人品她还是有的，我这个是非常信得过的，因为也接触了有大半年，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用这个来去考验他。比如账上每天放个几百亿，那天他一心动给转走了，这没办法，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个风险控制。大家如果在越南做公司一定要控制好风险。特别是你不要找一个你信不过的人来做法人。这一块儿是这种出事情的，出的事情，老魏已经听了太多太多了也有出人命的，也有出这个，反正几乎每年都有，就我都能听到，有的是比如十几个亿有的几个亿这个月是韩国的一个中国老板娶的韩国老婆，他们在平阳开的一个小的加工公司，一个小的公司，被越南人骗走，就是越南法人转走了25个亿，是没办法的，10万美金就没了。他把这个25个亿转走，其实他一年的薪水可能他在企业里工作都赚不了1个亿，他甚至可以你看20多年，自己如果说在工厂上班的话要20多年，那他肯定会心动是吧？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20多年，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20多年？他把这个钱转走以后，有的人他宁可坐牢，他把这个钱转走，给他的孩子或者给他的亲戚、给他的家人一个很好的生活，他宁可自己去坐牢。以前出现一个事儿，就是韩国的一个老板，大概几万美金7万美金还是多少钱，让他的司机，因为之前也是让他的司机就是把钱给他的客户一次3000、5000美金上万美金呢，有时候也会让他的司机，他那个司机也会拿这个钱，每次都是就是顺利的交给他的指定的客户。然后有一次就交了大概7万美金还是多少钱？7万美金是多少钱？27、14，大概16、17个亿吧，不到20个亿。然后那个司机就把钱带走了，人就消失了。人消失了以后呢，那个韩国人就报警，警察
这个有个故事啊，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聊啊，就是说是这个据听说啊，这个是咱就当假的啊，小道故事啊，给警察谈好了，就是钱追回来给那个警察一半，啊，然后那个呃警察也很卖力的去追，追了以后呢，到那个人家里，发现那个人服毒自杀了，这钱在他家里啊，在他账户里都搜不到这个钱，因为几万美金，这个一个小包往哪一塞，你警察挖地3尺，你不可能找得到的，对不对？啊，然后就是死活找不到啊，找不到这笔钱，找不到这笔钱呢，韩国人也就想想算了嘛，对不对？那我这个就是已经非常自责了，就是为了几万美金，一个人命就在他面前就没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呃，这个韩国人就想放弃啊，就算了。但是这个警察又找到这个韩国人，说是我们这么多人都帮你处理了找，你答应要给我们一半的，这个我们这个钱必须得给。后来又要走了2万多美金，好像是啊，反正要了一笔不小的钱嘛，就是又给他要走了。啊，这个就是金额太大了，就是会让一个人迷失自己，啊，反而会害了别人。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不能够心，不能够用这个，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数额，不能让别人为了这个铤而走险，这个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别人也不负责任，对吧？所以在越南很容易出现这种事儿。老魏是7号回国，7号已经买了回国的机票了。回国以后呢，现在家里还有点事儿，还处理一下，估计元旦前后才能过来。那元旦前后过来的话，可能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啊。其实今年这个时间很碎，啊，好多事情就是耽误掉了。哎，也没办法，家里也出了老魏家里也出了很多事，啊，一直关注老魏的朋友可能也都知道，啊，这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些事儿，啊，不过怎么说呢，就是包括老魏今年做这个空腹外卖也是这个前期也付出非常多的努力，后来这个功夫外卖也没有做成，因为这个资金链断掉了。其实我们刚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时那个老板说是有个2000多万，有一个老板要投2000多万人民币，啊，后来就是做了以后呢，我也不知道他给股东之间怎么聊的，因为当时我是技术股，就是没有投现金，啊，然后那个2000多万就后来没有进来，然后那2个股东呢就自己掏钱，掏了几百万把这个事儿硬撑到1年多，其实这个真的是，哎，非常不容易。那两哥们儿现在那2个股东啊，现在也是很艰难，很艰难，因为他的资金链一断，好多生意又做不起来了，就是不能够捡原来的生意做，所以现在在越南创业还是风险还是很大很大的。您在生意外送快递做得好吗？那个功夫外卖已经是关闭了啊，新疆新疆，功夫外卖现在已经关闭了。那个技术也跟我聊过，老魏能不能再启动啊？那他自己再出点钱，说让我来启动。后来我就不想再弄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几十万能做起来的，你再启动个几百万，可能后续没有资金，也是看不到盈利点，知道吧？看不到盈利，因为在越南做这种事情太难了。几百万的话也很难做起来，一个人做起来太辛苦了，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那个能力。这个一个人，如果说我是做一个区域还可以，做越南全国太难了。重新注册公司，重新再做这块东西，其实还是要花大量的钱、大量的时间。哎，我也很心痛，这个我也很心痛，因为确实也付出很多，我付出的很多，真的很多。你看，我从做了功夫外卖就很少拍正儿八经的拍视频了，全是拍的一些餐厅的视频，对吧？然后做的事情也是天天是早上我回来很晚，就是11、12点回来剪视频，然后剪到2、3点、3、4点钟睡，然后白天就是一直在跑，就是几乎上我没有休息的，星期六、星期天我也上班，我从来没有休息。
但是大家可能看到，哎，我在视频里又吃又喝又玩的，这很开心。其实我一直没有停下来，非常累，真的非常累。做的，我真的付出很多，说实话的，我不是老魏在这里夸自己啊，或者说什么，我真的是付出非常多，我从来没有，就是我做那么多工作，在国内做的工作，我都没有功夫外卖这个，就是在单位时间内付出的那个汗水多。真的是自己骑摩托车跑很远，然后去谈客户啊，一天你看在越南一天谈个十几20家客户，谈成啊，不是说没有谈成，我是谈成的，就是直接让他说服他入驻我们平台，谈十几家，这种速度的话，可能就说实话啊，可能不是自己吹牛，可能别人很难做到，真的别人很难做到。因为那些餐厅老板都很忙，你到那里要等很久，真的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个上面，真的付出非常多，这个真的付出很多，哎，真的觉得好可惜，好可惜，好可惜，没办法，这个跟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就这么放掉了，真的我是觉得很肉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前一段时间有个非洲的朋友跟我说，还有他想在非洲启动这项目，然后让我给技术说说，能不能把这个软件卖给他，或者免费给他用。那个技术开的条件也是我觉得挺合理的，一个月几万块钱，然后帮你做维护，然后再入一点股。呃，他那边一听说要收钱，那边不愿意了。那技术说这个不出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技术在这个做功夫外卖的时候，他自己入的股份也是入了股份，前前后后也花了10多万美金，这个是真花的，因为他有一个技术团队，我知道的，大概有3个人的技术团队，然后这个技术团队里面每个人都要发工资的，而且都是几万几万的一个月，做了那么久也花了那么多钱，虽然是软件还是有 bug，但是说实话的，他也付出了很多了。这个功夫外卖资金链一断，他那边等于所有的付出都是空的，所以他很火，但是这个没办法的，知道吧？真的没有办法，他也很火，他也是受害人之一啊。如果说他没有投钱的话，那个技术没有投钱的话，那就好多事情非常好办了。现在是，那哥们儿也是很伤心啊，很伤心。结果跟那2个股东搞得也很不开心，也非常难调和。他们也都是通过我认识的，这个我都感觉也不是说对不起人家，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能促成合作呢，对我来讲也是挺开心的事儿。但是我没想到是这种结局，真的是，哎，今天挺不顺的吧，各种事业也不顺，然后那个家里面的事儿也很多不顺的，但是我希望就是2025年能够否极泰来。是的，越南做生意确实挺难做的。我有几个朋友跟我说，老魏，我是真的不想在越南了。然后就是问我物流公司他是把这个自己的货从越南的发回中国，越南发回中国很贵的，1公斤要18元人民币，差不多2个多美金，6万越南盾了，1公斤6万发到中国，6万不止哦，6万是成本，我听物流公司说是成本。可能要20几块，20块钱以上人民币，这是3个美金1公斤，发到中国非常贵。他就问我把货发到中国，然后让我给他介绍个物流公司，我啪啪啪给他推了好几个，推了好几个，然后不知道他选哪个。我说你自己选吧，你自己聊，你看你的眼缘了然后因为我给他推，我是不挣这个不挣他钱的。我说你自己选择，你你你你弄好了，你这个也不用感谢我，弄不好你别怪我。嗯，你好，你好，你好，欢迎自由之路啊，自由之路，好，这个好，这个名字不错。然后他是准备把在越南的货就打包回中国，不做了，不在越南做了，在越南做太难做了，赚不到钱。在越南呢，今天我还遇到一个做鞋的大姐，她就跟我聊这些东西，就是
在做鞋怎么做，我跟他讲这个做鞋太难做了，你要是你要是用前基地越南员工，其实挺难的，他不吃这一套。啊，你或者说给他多少提成，让他去帮你卖鞋、摆摊儿啊，什么东西的，越南人真的不干。越南人就要你给我多少钱工资，今天我干几个小时，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的。真的挺难的，就是那个大姐怎么想呢？自己在这边从中国进一些鞋过来，因为她是福建那边的嘛，她那边鞋厂很多，有很多资源，把鞋子搞到越南，然后找越南人来帮她卖，啊，就她也自己也可以开2家店，开几家店，然后开了店以后呢，把鞋子在店里卖，然后因为越南是一个夜市非常，就是夜生活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晚上去夜市摆摊儿，把灯光打足了，那个鞋子很漂亮，然后价格又很低，对不对？可能一双鞋很好的一双鞋卖个20万，或者是不到20万，不到10美金哦，对吧？好一点的也就10美金，非常便宜。然后这样的话它还有利润啊，这样的话它也有利润，然后就用这种模式来做。但是我就说你这个越南人是不愿意上夜班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算他上夜班，他也是只上那几个小时，他也不愿意加班。完了以后，他也不愿意就是帮你拉货啊，什么东西，反正，嗯、在越南做真的很难的，真的很难的。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越南创业挺难，很多朋友就是打了退堂鼓，准备到别的就甚至是到欧洲去打工。然后他有一段时间，然后去了欧洲，他可能欧洲有朋友啊，到那边他发现在欧洲打工啊，赚的钱也不少，对吧？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其实生活是绰绰有余了，对吧？自己在欧洲辛苦一点，随便找个地方打工，在欧洲只要不当老板，普通老百姓的福利真的很好，那个待遇也不错，所以他就想就是结束在越南的工作，去欧洲去。一直问我什么时候去胡志明，他那哥们在胡志明嘛，我说在平阳也去不了。嗯，这个过几天准备回国，大概5号的话我会去胡志明，然后在胡志明住2天，然后7号飞机飞回上海。上海的话就是离常州就很近了嘛，要一回国就是近乡情怯，就是每次回国前面我都觉得有点伤感。越南的普通老百姓消费水平还是不高的，开实体店不能定价太高，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生意是这样的。他那哥们儿呢，那个大姐呢，不是哥们儿啊，那个大姐呢，她是福建，她有鞋厂的资源，她拿鞋子非常便宜，价格非常低，真的价格很低，她也是一双鞋赚个5块钱或者到10块钱，赚个2、3万越南盾，就是大概是做这种，比如说他一双鞋的成本可能是15万，就是加上物流啊，那他就卖个18万到20万啊，赚的很少。他就是靠这种薄利多销这种形式来做，他是这样想的。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这个兴趣肯定是有，但是这个实操太难了，对吧？因为在越南待久了就真的是实操太难了，真的很难做。除非找一些越南人来帮他卖，自己做经销还靠点谱。但是做经销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把鞋子铺给人家啊。很多他也在这边待了很久，他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这边找越南人来，就是越南卖鞋的，他的鞋子质量比那个人卖的好，然后价格比那个越南的老板啊要低，鞋子也质量比他好，但是那个老板呢就是不从他这儿拿鞋，他就是从那个以更高的价格买人家质量差的鞋去卖，这个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说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中国老板搞贸易的在这边都遇到这种问题，就是你去买跟越南人做生意的时候，越南人第一次见你的话，他不跟你做生意，甚至是你给他盯了1年了，他才有可能会跟你做生意，那么他们就是讲究一个稳，第一，你的货有没有问题，然后出质量问题了，
他能不能再找你。特别是做设备的一些老板，那刚来越南的话，你的如果设备你的这个叫什么品牌如果没有名气的话，你在越南很难打开市场的。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售后团队，有自己的维修团队，然后你在越南要做一段时间了，有一定的客户基础了，人家才会要你的东西，不然的话，人家宁可买日本的二手设备，也不买你的，真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老板觉得，哎呀，我的产品又好，价格又便宜，到这边肯定吊打，是吧？中国人喜欢用一个词儿叫吊打，吊打越南的一些市场，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来预期非常好，但是到了以后就发现，哇，这个东西真的好难啊，好难做，人家是根本就不鸟他，不买他账，你再好，人家不听，不跟你聊，就是不跟你做这生意啊，或者是只跟你接触一下，然后一直在观察你，观察一段时间以后，看看你的实力，很久之后才有可能跟你做生意。所以在越南真正生意做得好的都在越南待了很多年的，他们有时候买的产品，从国内搞的产品，可能质量一般，但是就是越南人买账，为什么呢？就是那个人在越南因为待了很多年了，他已经有自己的信誉了，就是越南人信任他了，就是这是非常值钱的，信任是非常值钱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誉嘛，一定要把自己的信用给做好了。